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每天都在用钱，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停下来，就是那种彻底的停下来，看着手里的一张纸币，或者手机支付应用里那个跳动的数字，然后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当然是纸币，是硬币，是我们用来买咖啡啊、付房租、实现梦想的工具。我们一般都会觉得钱嘛，就是个工具，一个中性的、被动的交换媒介，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用它。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工具，其实一点也不中性，一点也不被动呢？如果我告诉您钱包里的每一张钞票，您账户里的每一个数字，都像一位技艺高超的隐形雕塑家，正在不动声声的日复一日的雕琢您的思维方式，重塑您的人际关系，甚至彻底改变您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的境界？但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助100多年前一位思想巨匠的眼睛，来重新审视这个我们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东西。这位思想家就是德国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格尔格·希梅尔。在他看来，金钱绝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那些冷冰冰的图表和数据，它更像是一面神奇的棱镜，只要你看穿了它，就能折射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内心深处那些最隐秘、最核心的运作逻辑。所以，请准备好，我们即将开始的绝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讲解，它更像是一场思想上的冒险。而这趟旅程很可能会让您在解出时，用一种新的，或许是更深刻也更警惕的眼光来看待您钱包里的那些钱。咱们就把这个问题直接地、毫不回避地抛在桌面上，请您花几秒钟，就现在认真地思考一下。这真的不只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假设。想一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赚钱，对吧？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花钱？是追求性价比，还是追求品牌带来的满足感？我们为什么储蓄？为什么投资？是为了安全感，还是为了未来的某个梦想？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经济行为，希梅尔告诉我们，其背后都隐藏着一股极其强大而且具有塑造性的心理力量。这股力量，它不像法律那样有强制性，你违反了会受罚；它也不像广告那样声嘶力竭，天天在你耳边轰炸。它更像是水滴石穿，润物细无声。它在悄悄地定义什么是价值，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如何与他人建立信任，它在从根本上塑造我们的自由感，甚至决定了我们与最亲近的家人和这个最遥远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希梅尔的核心观点就是，钱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任由我们使用。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有强大渗透性的力量，它能深入我们精神世界的最核心地带。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把这股通常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力量，把它那些神秘的运作方式一层一层的揭开，看个究竟。那么我们今天的思想向导格尔·希梅尔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货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奔。作为一个极其敏锐的观察者，他不像当时的经济学家那样只关心货币的供给、需求或者流通速度这些技术性问题。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甚至有点疯狂的事情。他要为钱这个东西写一部学说，叫做《绝学传记》。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就是《货币哲学》。希梅尔的雄心壮志在于，他要揭示的是金钱如何从一个单纯的用来买东西的经济工具，一步步的篡位，最终成为了塑造整个现代文化、社会结构乃至我们每个人个体心理的根本性力量。他认为，如果你不理解金钱的本质，你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人的灵魂为何如此矛盾、如此疏离，又如此充满可能性。所以，请大家暂时忘掉平时听到的那些关于理财和投资的建议。今天我们不谈术，我们谈道。我们不把金钱看作是需要管理的财富，而是把它当作一把思想的钥匙，用它来打开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社会，以及我们自己内心世界那扇最隐秘的大门。为了能清晰、系统地进入希梅尔那宏大而深刻的思想迷宫，我们今天的探索将分为4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就像一次四幕的戏剧。首先，
在第一部分，我们会从金钱最基本也最奇特的属性开始，探讨它作为伟大的中介者是如何运作的，这可以说是理解一切的基石。接着，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深入一个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矛盾，也就是自由的悖论。我们会看到金钱是如何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带给我们解放与枷锁，这其中充满了张力。然后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聚焦于我们的内心，分析一种被希梅尔称为金钱心态的思维模式，看看计算和冷漠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内在气质的。最后，我们会将视野拉到最宏大的层面，在第四部分讨论一个我们并不拥有的世界这个主题，试着去理解我们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是如何反过来超越了我们个体，造成了一种深刻的现代式疏离感。好了，路线图已经非常清晰，让我们立刻启程，进入第一部分。好的，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第一部分，金钱作为伟大的中介者。这个标题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啊，但请相信我，它揭示的是金钱最根本、最核心，也可能是最奇怪的一个特质。它告诉我们，金钱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交易的媒介，它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中间人，一种强大的抽象化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类与外部世界最原始、最直接的互动方式。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个概念掰开揉碎，看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核心概念中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希米尔指出，金钱就像一个看不见的中间人，强行插入到了我们和我们想要的东西之间。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在一个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你饿了想吃一个苹果，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直接走到一棵苹果树下，用你的眼睛去判断哪个苹果最红最大，用你的手去触摸它的果皮，感受它的分量和温度，用你的鼻子去闻它的香气，然后亲手把它摘下来，直接放进嘴里，感受那份最直接、最及时、最感性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欲望，也就是饥饿，和你欲望的满足，也就是吃到苹果，是无缝连接的，是充满了感官细节的，是具体的。但现在，在货币经济中，这个过程被彻底改变了。你想吃苹果，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苹果树，而是你的钱包或者手机支付应用。你得先去工作，把你的时间、精力和技能转化成一种叫做工资的抽象数字。然后你拿着这个数字去超市，面对一排排被明码标价、用塑料膜包裹好的苹果。你选择的标准可能不仅是它的外观，还有那个小小的价格标签。最后，你通过一次支付行为，就是那个滴的一声，才终究获得了这个苹果。你看，金钱在这里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交换媒介，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和苹果之间人为地创造了一道长长的、曲折的心理距离。我们与事物那种曾经直接的、温暖的、充满感官细节的联系被打破了。我们开始通过一个冷冰冰的、抽象的、标准化的中介，也就是金钱，来体验和获得这个世界。这种心理距离的产生，直接导致了我们欲望的焦点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移。在过去，我们的欲望是直接指向物本身的。我想要那个面包，我想要那件衣服，我想要那种房子。欲望的目标是具体的、有形的，能满足我们特定需求的物品。但是现在，这个欲望链条的中间被插入了钱这个环节，于是我们的欲望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个中介物本身。我们开始说，我想要钱，因为钱能让我买到面包、衣服和房子。你看，面包依然是最终的目的，但钱却成了通往所有这些目的的唯一的，而且是必经的手段。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心理转变，其后果是极其深远的。它意味着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焦虑，都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个纯粹的手段本身，而不是那个最终的目的。我们渴望的可能不再是面包带来的饱腹感，而是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数字带来的那种抽象的安全感。钱，这个原本只是工具的中介物，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篡位，站上了我们现代人欲望世界的中心舞台。希米尔的这句引言可以说是为我们理解价值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提供了一把钥匙。它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学事实：一个东西对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价值呢？我们通常认为价值是物品固有的属性，比如苹果有营养价值，黄金有稀有价值。但希米尔告诉我们，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价值是在我们与物品的关系中被创造出来的。
具体来说，一个东西对我们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能立刻毫不费力地得到它。它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阻力或者距离。这种阻力可以体现为获取它的难度，比如需要长途跋涉才能采到的稀有草药；可以体现为它的稀缺性，比如限量版的球鞋；更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体现为为了得到它，我们必须付出的牺牲，也就是它的价格。正是这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克服的距离和阻力，才在我们心中创造了对这个物品的渴望和珍视。反过来想，一个唾手可得取之不尽的东西，比如空气，虽然对我们生命至关重要，但我们却几乎感觉不到它的价值。所以说，价值是在克服距离的过程中被体验和确认的。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对第一部分做一个总结了。既然价值产生于我们与物品之间的距离和阻力，那么在现代社会，什么东西成为了衡量这种距离并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距离的通用工具呢？答案就是金钱。金钱本身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你不能吃它，也不能穿它，它就是西梅尔所说的纯粹的手段。它就像一张万能的通行证。拥有一笔钱，本质上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一堆物品，而是意味着你拥有了向整个社会提出要求，换取其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它是一种被社会契约所保障的抽象的可量化的权利。通过这个伟大的抽象过程，价值本身也仿佛从具体的五花八门的物品身上被剥离了下来，然后统一附走在了金钱这个抽象的符号之上。一个复杂的、充满质的差异的世界，就这样被简化成了一个可以用数量来衡量的世界。这就是现代经济和现代心理的共同基石。好的，在理解了钱作为中介和抽象的本质之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探讨一个由金钱引发的最核心也最深刻的社会矛盾——自由的悖论。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金钱是如何像一枚硬币，拥有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在它的一面，闪耀着解放与自由的光辉，它将人类从古老的人身依附和宗法束缚中解脱出来，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和流动性。但在它的另一面，却刻画着疏远与冷漠的阴影。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非人格化、功能化和可替换。金钱既是我们挣脱旧枷锁的强大武器，也是造成现代人际关系淡漠的根本原因。这两种力量就像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这张幻灯片非常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内在的深刻的张力。左边是我们都渴望的自由，右边是我们都可能感受过的非人情化。西梅尔最深刻的洞见在于，他指出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更不是对立的，它们恰恰是同一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结果。金钱之父把我们从与特定的人、特定的土地的绑定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比如说，古代的农民必须向特定的地主效忠并提供劳役，这种义务是对人的，而金钱之父将这种义务转化成了对钱的。这给了我们海量的选择权，我们可以换工作，可以搬家，可以买任何我们买得起的东西。但也正是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客观性，使得交易不再需要人与人之间有任何情感的人格的连接，我们都成了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功能性角色。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这两股相互对立却又同根同源的巨大力量。让我们先将目光聚焦于金钱那令人振奋的解放性的一面。为了更深地体会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次回到历史，想象一下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农奴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的人生是依附于他所耕作的那片土地和这片土地的主人封建领主的。他的义务是具体的、人身性的，他必须每周为领主服几天劳役，收获的粮食要上交一部分。他甚至不能自由地离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全面的人身控制。但当货币经济逐渐渗透到农村，领主开始允许农民用缴纳货币的方式来替代劳役时，一场深刻的革命就悄然发生了。领主关心的不再是张三这个农民本身，而是他能否在规定时间交上那笔客观的、标准化的钱。于是，农民的经济义务和他的人身就被分开了。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理论上，只要他能搞到钱，他就可以离开这片土地，去城市寻找新的机会。这种由金钱带来的解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和个人选择权。
在现代社会，我们更是将这种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不再依赖于某一个特定的主人来获取生活所需，而是依赖于一个有无数匿名的生产者、供应商、服务者组成的庞大的市场网络。这种对整个系统的非人格化的依赖，恰恰构成了我们现代人个人自由的坚实基础。好的，现在让我们翻转硬币来看悖论的另一面。西美尔的这句引言可谓一针见血，他精确地指出了那个赋予我们自由的客观性和非人格化其背后隐藏的代价。这代价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在经济领域中被削弱了。在成熟的货币经济中，整个系统高效运转所需要的，不是你这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独一无二的张三或李四，而只是一个能够完成特定功能的角色。比如，系统需要一个能快速准确扫码收款的收银员功能，需要一个能准确把外卖送到的快递员功能，需要一个能写出特定代码的程序员功能。只要你能胜任这个功能，那么具体是谁来做，对于系统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个逻辑下，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都被抽象化、标准化，变成了可以随时被替换的功能的载体。这种个体的可替换性，直接导向了我们社会关系的物化，或者说功能化。请大家仔细回想一下自己一天的生活体验。我们去便利店买东西，和收银员的互动，除了扫码支付、拿走小票这套标准流程之外，还有多少个人化的交流？我们点一份外卖，和外卖员的互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接过那个装着食物的袋子，说声谢谢。在这些无数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机理的互动中，我们打交道的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而只是一个功能的承担者。我们关心的是收银员的效率，而不是他今天心情好不好；我们关心的是外卖员的速度，而不是他是否正在淋雨。人际关系就这样被简化成了纯粹的追求效率的一次性的交易。这就是金钱带来的深刻悖论。它在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我们个人自由的疆域，但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变得越来越客观、冷漠和功能化。欢迎来到我们探索的第3部分。在前面，我们分析了金钱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如何重塑了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把镜头转向我们的内心世界，探讨一个更深入的话题。当金钱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之后，它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内在的心理结构、我们的思维习惯，乃至于我们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的？我们将跟随西米尔的脚步，去看看一种以计算为核心、以冷漠为底色的金钱心态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悄然兴起，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的。为了描述这种现代特有的心理状态，西美尔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也极其重要的概念，叫做 blasé attitude。 这个词很难用一个中文词完美对应，我们可以暂时将它理解为一种厌倦或者感觉麻木的态度。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西美尔观察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其特点就是充满了快速的、强烈的、不断变化的感官刺激。川流不息的人群，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无穷无尽的信息流。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了在这种过度刺激的环境中进行自我保护，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防御机制，那就是提高感知的阈值，变得不再那么敏感。结果就是，我们逐渐对事物之间那些微妙的质的差异变得漠不关心。所有东西，无论是一件神圣的艺术品，还是一件普通的日用品，无论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还是一次简单的消遣娱乐，最终似乎都可以被还原成一个共同的冰冷的衡量标准，它的货币价值。这种一切皆可标价的逻辑，就像一种强酸，会腐蚀掉事物本身独特的、内在的、不可通约的魅力，最终让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兴味索然，无所谓。西美尔这个100多年前提出的概念，在今天看来，其贴切程度简直令人震惊。我们每天打开购物软件，面对成千上万种商品，这种无尽的选择，非但没有带来快乐，反而常常导致决策疲劳。我们刷着永远也刷不完的短视频，每个视频都在几秒钟内用最强烈的声光效果刺激我们的感官，但关掉手机后，我们内心却常常感到一阵空虚。
我们被各种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信息持续轰炸，但我们对他人的苦难和喜悦却越来越麻木。更核心的是，我们越来越习惯性的用一个简单粗暴的问题来衡量万事万物。做这件事儿值不值？这次旅行划算吗？这段关系能给我带来什么回报？当我们评价事物的首要标准从它好不好、它美不美、它善不善，变成了它值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西梅尔所描述的这种厌世态度之中。为什么这种厌世态度和计算文化会在现代社会如此盛行呢？西梅尔给出了一个结构性的解释。他认为，货币经济这种社会形态天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偏爱和奖赏一种特定的人类心智能力，那就是智力，更准确地说是理性的、逻辑的、善于计算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金钱本身就是纯粹的数量，它精确、客观、冷漠、童叟无欺，它不涉及情感，不讲究传统，不相信神话。在一个由金钱主导的世界里，最有效的生存方式就是像一个精明的会计师一样，时刻精确地计算成本与收益，衡量投入与产出，评估风险与回报。于是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像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充满了权衡、计算和规划。我们用 KPI 来衡量工作，用性价比来衡量消费，甚至用得失来衡量人际关系。在这种无孔不入的计算文化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维度，比如情感的冲动、直觉的判断、审美的愉悦、精神的追求，就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是不理性的、低效率的。西梅尔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金钱心态最精准、最犀利的概括。它如同一把手术刀，精确地剖开了我们现代思维方式的核心转变。在过去，我们面对一件物品或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关心的可能是它的质，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怎么样，它的工艺如何，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它带给我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指向事物的内在属性和独特体验。然而，在金钱逻辑的统治下，我们的首要问题，甚至唯一的问题，都变成了关于它的量，它值多少钱，它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我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当多少钱这个量化的问题取代了所有关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质化的问题，成为我们与世界互动的主要方式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被金钱彻底的重塑了。好的，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本次探索的最后一部分，也是视野最宏大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将探讨西梅尔思想中一个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观点。他发现，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货币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所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个庞大的文化世界，与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个体所能够真正理解、体验和掌握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道正在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的鸿沟。这道鸿沟构成了西梅尔眼中现代文化的悲剧。为了清晰地理解这道鸿沟，西梅尔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关键的概念。首先是左边的客观文化，这指的是由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劳动分工和知识积累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的总和。它包括了我们目之所及的一切，我们使用的技术，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我们学习的科学知识，我们欣赏的艺术品，以及支撑我们社会运转的各种复杂的法律、金融和政治系统。这个客观文化的世界得益于日益精细的专业化分工，正以一种指数级的速度在不断的扩张、积累和复杂化。而与此相对的是右面的主观文化，这指的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凭借自己有限的精力、时间和生命，能够真正的去学习、内化、理解和掌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客观文化就像一个巨大无比并且以惊人速度在扩建的图书馆，而主观文化就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能够真正读完并且深刻理解的那几本书。这个核心论点是，代表我们个人知识和精神成长的主观文化，其增长速度必然是缓慢的、线性的，因为它受到了我们作为生物体的根本限制。而代表整个人类知识和技术总量的客观文化的增长，却是爆炸性的、指数级的。这两者之间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拉大。这就是西梅尔所诊断的现代文化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创造出了一个日益复杂、日益强大、日益丰富的客观世界，但我们作为个体，却越来越无法在精神上完全的理解、把握和占有这个由我们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世界。我们反而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面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无力和困惑。那么，这条日益扩大的鸿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体体现为什么样的感受呢？希梅尔认为，它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异化感，或者说疏离感。我们每天都在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但我们中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它内部的芯片是如何设计和工作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全球金融系统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积蓄投入其中，但这个系统如何运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我们享受着现代医学带来的便利，但我们对自己服用的药物的分子机理却一无所知。我们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品、技术和系统所包围，依赖它们生存，但我们却感觉自己像个生活在其中的陌生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使用者，却不再是它的主人。这种依赖于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被我们无法掌控的系统所支配的感觉，就是现代生活核心的困境之一。我们仿佛在一个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无比丰裕的世界里，感到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好了，经过这4个部分的深入探索，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旅程的核心要点。我们看到了，金钱绝不仅仅是中性的工具。首先，它通过中介作用，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建立了心理距离，让价值变得抽象化。其次，它带来了自由的悖论。一方面，它将我们从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让人际关系变得非人格化和冷漠。接着，它在我们的内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金钱心态，让精确的计算和感觉的麻木成为现代文化的底色。最后，金钱作为社会分工的催化剂，助推了客观文化的爆炸式增长。而这个庞大复杂的客观世界，反过来又让我们个体感到渺小和疏离。我们以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全部内容。毫无疑问，金钱是构建我们现代文明最强大、最高效的工具。它建造了我们居住的摩天大楼，连接了全球化的市场，推动了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但当我们享受这一切由金钱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时，或许我们也应该像希梅尔那样停下来，向内看，问自己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这个强大的工具在建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又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建造了一些什么呢？它塑造了我们什么样的欲望？它定义了我们什么样的自由？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困惑和疏离？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恰恰是希梅尔留给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我们抵御被工具所奴隶的第一笔。非常感谢您的观看。